这样我带大家这个地方，这应该吗？嗨，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早上没有吃早饭，于是我来到便利店，买了早餐和咖啡。我今天打算骑车去图书馆。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一张非常舒服的沙发椅，在这里看了一会儿书。我看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积累一些上课能用到的素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好多人进入到了旁边的一个屋子，我非常好奇，于是也跟着进去看了看。原来是一个书法展。我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次的书法展。我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创作。我们来看这边的画。我带大家看一看这几幅画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在我编辑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想我应该先解释一下这次展览的主题，因为今年是马年，所以这次的很多字都和马有关。最开始的马字呢，它是这样的。这个字呢，它更像是一幅画。那如果呢，我把这个字这样旋转一下，现在是不是更像一幅马字了？这是马的头，然后这里呢是马的身子，这是马的腿，这个地方是马蹄子，这边是马的尾巴，最后这里是马的鬃毛。然后我来和大家一起写一下这个字。我们先画一个眼睛，这里是马嘴，这边可能是马的耳朵，这里是马背，这是马腿，马蹄，马的肚子，马腿，马蹄，然后这是马的鬃毛，这是马尾巴。这个字呢是最开始的马字，它是写在乌龟的贝壳上的。我们叫这样的字呢，叫它甲骨文。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字就变成这样了，后来再慢慢的这个马字就变成这样了，就是你能看出来这里还是一幅画，有点像一幅画，但是到这里的时候，它的线条，这些线条就非常的流畅。后来呢，这样的马字又变成了它的样子，最后就是我们认识的马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马。这个呢，就是马字的一个变化的过程。
现在我们知道马这个字的变化过程，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次的书法展，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先来看最右边的这幅画。这幅画的名字叫做《龙马》，非常有趣。然后我们看这幅画，它的名字叫做识图。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老马识途。它这幅画呢，就是看起来特别像迷宫，一匹马可以在迷宫中找到自己的家，所以叫识途。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做老马识途，它的意思是年龄很大的一匹马，它可以自己找到回家的路。我们来看下一幅，它的名字叫做驷马难追。这4个字都是马，这个地方有点像马的眼睛，然后这里像马的鬃毛，下面有马蹄子和马的尾巴，特别可爱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字，它太形象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字，它的名字叫做相顾。我猜这2个字左边和右边依然是马字，可能是2匹马面对面站着，然后他们互相看着对方。最后我们来看它，这幅画也特别有趣。你看，在最左边有一个大大的马，然后后边呢有很多小马，这些字都是马字。它的名字叫做一马当先，就是领头的那匹马，它跑得最快，它带领着马群跑向了他们要去的地方。这些就是我对这几幅画的理解。我们读的时候要从右往左读。特别可爱的一个文字，但是这些字我不认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字呢？这种字看起来有点像象形文字，比如说这个字，我猜它是一个叉子，不确定。
终于看到我认识的字了。子曰：如之何？佛云：不可说。这边这个叫做《汉书·下九》，这个不认识，这个也不认识，这应该是草书吧？这几个，最后这个认识。蓬莱文章建安骨，龙马精神海鹤姿。联盟带菜，这边这个还不认识。粗茶煮春秋。我可以要一个简介吗？谢谢，谢谢。这里有简介是吗？就是一个小册页啊。好，谢谢啊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